这里飞着几只飞蚂蚁，这种飞蚂蚁一般是在下雨以后才会出来。现在看到飞蚂蚁，那意味着可能马上就要下雨了。我得赶紧去捡点柴火，不然下雨了以后只能用湿的柴来生火了。森林里面的很多动植物都有预知天气的能力，像青蛙的叫声、蜘蛛结网，还有昆虫飞的高度等等。刚才看见了几只飞蚂蚁，现在果然下雨了。现在外面在下雨，而且雨越来越大了。还好我这个庇护所的顶做的伸出去了一截，现在这个雨就淋不到我的火，火就不会被浇灭，我也不会被雨淋到。我可以在这里好好的休息一下。好雨知时节，当春乃发生。随风潜入夜，入入细无声。野径云俱黑，江船火独明。晓看红湿处，花重锦官城。上一次我因为下雨而狼狈不堪，但是这一次坐在这个庇护所下面，吟吟诗，烤烤火。外面的雨越来越大了，四周都是哗哗哗的水声。还好在这个庇护所里面，一点都淋不到我。什么是幸福？我觉得这个时候就是幸福，就是风吹不到我，雨淋不到我，一点点的满足，一点点的成就。然后就会感觉到很幸福。看这个房子，下吧下吧。现在透过这个树枝可以看到天上的月亮，我的眼睛可以看到那个是一个月亮，但是拍摄设备的感光度太低了，好像拍不到。现在外面有一些蟋蟀在叫，这里有几只飞蚂蚁。白蚁有趋光性，我可以利用它们的这个特点，在这里生一堆火，就有很多的飞蚂蚁会跑到这个火的附近。白蚁一般生长在热带和亚热带，越靠近赤道，它的种类就越多，活动的也就越频繁。像这种长翅膀的可以飞的是原始繁殖蚁，它们飞出来基本上就是进行交配的。它们的这种行为有一个词语叫做婚飞。我感觉跟人类的相亲差不多。为了出来寻找配偶，然后建立新的巢穴，它们一般会在体内储存很高的脂肪，还有很高的蛋白质。看到它们，我就感觉看到了很多蛋白质在飞。这个就是昨天晚上诱捕的一些，这些是它的翅膀，有一些它已经翅膀脱落，然后变成这个样子。它们在翅膀脱落了以后，雌蚁和雄蚁就会进行交配。然后就会找一个合适的地方生存下来，成为蚁王以后，然后就会开始繁殖新的后代。只有繁殖蚁才会长翅膀，像其他的兵蚁和公蚁，还有弱蚁是不会长翅膀的。我把它收集起来，这个都是高蛋白，它的蛋白质含量非常的高。又找到了新的食物，看，食物、脂肪、蛋白质现在都有了。这个边捡它边跑，这个飞蚂蚁其实它不是蚂蚁，白蚁和蚂蚁还是有区别的。白蚁的历史比蚂蚁要早很多，千里之堤溃于蚁穴，说的就是这个白蚁，因为它的脂肪含量特别高。像以前食物很匮乏的时候，人们会捕捉这种飞蚂蚁然后食用，但是这种飞蚂蚁是不用放油的。直接炒了以后就会变得特别香，因为用光还是诱捕了很多，我一下子也吃不完。我把它放在这个石板上，把它烤干，把它储存起来，储存一定的高蛋白食物，在需要的时候就可以用它来补充能量和体力了。这个火不能太急，只能慢慢的烤。它的个体还是比较大的，看，一个也这么大。
把它烤干以后就可以长时间的储存起来了。这个它不但蛋白质含量很高，它的脂肪含量也特别高。把它弄开以后，可以看到这个手上全部都是油。把它放在石板上烤干，然后留着慢慢吃。这个已经烤熟了，可以看到这样随便摸了一下，手上就全部都是发亮，都是油。就像油炸出来的一样，特别好吃。但是我害怕吃多了会流鼻血，因为它可以说得上是大补。它还含有各种微量元素、高脂高蛋白，这个是最明显的。很脆，特别好吃。吃饱就不吃了。太香了。在雨季来临的初期，这个会非常的多。我感觉我靠这个就能够度过一段很长的时间。昨天晚上又捕了一晚上，数量非常的大。虽然它飞走了一些，又跑了一些，但是光留下来的数量都非常可观了。太好吃了。像以前饥荒的时候，人们会找到它的洞穴，然后用口袋把它的洞穴给它罩住，收集它回去吃，它来补充体力。我靠这个就能够补充大量的脂肪和大量的蛋白质。看我的手都在发光，把它全部收集起来，把它烤干储存起来。那个石头上有个蜥蜴，它的背上有一些刺状的凸起，然后它的下巴下面有个气囊袋，这个应该是一只鬣蜥，它的尾巴好长啊。这个的体型不是很大。诶，它跑了。看，它躲在这个树叶子下面，它现在肯定就像小时候玩捉迷藏的我，它的心里肯定在默念：看不到我，看不到我，看不到我。不过我已经看到它了，我现在抓住了它的尾巴，然后再用这个棍子压住它的头。好了，抓住它了。这个蜥蜴非常的凶狠，它一直在准备咬我。看它这个嘴，它还在叫。要不是我抓到它的尾巴，它肯定咬到我了。决斗吧！它在准备打架的时候，它的背上的那个刺就会立起来。它现在非常的生气，它的脚趾头如果抓到人的话，也会非常的疼。我不能让它咬到我。我现在抓着它的尾巴。蜥蜴的鼻子并没有闻气味的作用，它一般是用来呼吸或者是排出盐分的。不过有一部分的蜥蜴，它的盐腺是在它的肩带部位，盐腺的作用是用来排出矿物质盐，而我恰恰需要盐分。好了，抓它的时候，如果抓到它的尾巴，那它基本上就没什么反抗的能力了。